我的一个煎饼果子在漂亮国街头卖到199刀了，老外们不单只没嫌贵，还要求着买我的煎饼果子，而我却每人限购一个，有钱也不给他们多买。小六刚毕业就接到了一封来自米国自称是他亲爷爷的信函，要他来继承遗产。为了见见这唯一的亲人，也为了成为富二代，小六只身来到了米国。然而到了这里，小六才得知爷爷刚刚过世了，遗产只有一间破杂货店，房租也刚好到期。小六啊，你等会。一个慈祥的声音传来，走过来的老太太是爷爷的老邻居李婶，一脸心疼道：孩子，你这是打算走了吗？我打算把回国的机票赚回来后就走了。小六人生地不熟，还是在这么一个到处零元购的国家，自然只能认栽。孩子，拿着吧。李婶把一张100元美刀塞到了小六手里，非亲非故，这可不是小数。李婶，拿着吧，你摆摊卖早点也需要点成本。小六没有再推辞，爷爷的遗物还剩下一个小推车，用来卖些早点也够用了。这100块刚好拿来买食材。忽然一个苍老雄浑的声音传来：宝贝大孙子。谁？小六茫然的望了望四周，没发现有人。我是你爷爷呀。小六一转身，刚想破口大骂，却发现身边空无一人。孙子，我是你爷爷呀。小六打了个冷战，这声音是脑海里传来的。人在倒霉的时候，的确容易得到系统，不过这系统怎么骂人呢？系统，恭喜宿主绑定美食文化，你输出并将革命的红旗插满米国，老外纷纷跪服系统。你就直接说美食系统好了。不过你为什么叫我孙子？我爷爷死后成了系统吗？是的，这是我留给宝贝孙子真正的遗产。小六反应了半天，终于相信了自己成为了爷选之子的事实。那系统啊，不，爷爷，你这系统作用是什么呢？我不是说了吗？美食文化逆输出，并将红旗插满老外。您还是直接发布任务吧。新手任务，卖出10份煎饼果子。任务奖励，多功能快餐车1辆。小六想了想，卖出10份煎饼果子，这好像并不困难。有李婶给的100刀了，买些鸡蛋和面粉足够了。新手礼包发放，神级煎饼果子技能，国宴特供豆面，黄天鹅出产蛋，北大荒精品初榨豆油，章丘当天新摘葱，天津顶级鲜辣酱。爷爷，您就直接说上等的食材不行吗？这用料不敢说最正宗，但在煎饼果子里属实是豪华级别了。把握每种食材的产地和来历，是成为一位好厨师的关键。小六点点头，知道了爷爷，这么好的食材，咱们的煎饼果子怎么也得卖几10刀月一套吧？会不会太贵了？败家子199刀乐一套，爷爷我进货成本也不低的。小六愣住，爷爷，咱祖孙俩认识时间不长，我不知道您什么套路，您这明明可以抢的，还要送人一个煎饼，可不敢瞎说，咱们是正经生意人，图个你情我愿。可是这毕竟是没本钱来的食材。放屁，这都是你爷爷我从正规渠道购进的，卖给你的吗？小六沉默了。虽然这果子用的都是昂贵的原材料，但系统的这个定价也太离谱了。要知道漂亮国最低时薪15刀了，普通人要上班2天才能吃得起。打开背的袋子，新手礼包赠送的食材已经到位，只是这餐车有点寒酸，不知道半路会不会冒出几个米国城管把车收了。最后小六竟然又在袋子里翻出一个小型煤气罐。爷爷你在吗？这是要害死我吗？拿着玩意上街还不分分钟被毙了。傻孩子，你可以把煤气罐用袋子包起来。您这不是掩耳盗铃吗？那实在不行，你就抱着罐子喊 Fire in the hole 跟鸦拼了。您真的是系统吗？系统不再出声，小六叹了口气，开始尝试一下做煎饼果子。当他刚上手，就把自己吓了一跳，一双手从来没有这么灵活过。全套流程下来，用时仅58秒，煎饼果子好像散发着诱人的金光，把人的口水惹得如同瀑布。小六忍不住张开了嘴，再晚一点口水就真的滴出来了。先别吃，先把爷爷的考验完成，不要耍小聪明，让同一个人无限买，晚上我可给你脱。小六强忍住嘴巴，没有再下口。忽然身后有人叫住了他，原来是刚刚出来遛弯的李婶。小六啊，这就做起生意来了，你别说，还挺香。李婶啊。小六面色尴尬，来，你刚开张，李婶照顾一下你的生意。说着，李婶就从衣兜里掏出一张10刀了。按理说一套煎饼果子卖10刀了，在旁人看来已经是多给了。小六铁青着脸，没有松手，他不想让李婶知道这个定价。李婶愣了一下，随后好像恍然大悟，他含笑道：没事，小六，你刚开张嘛，卖贵点也没错，全当我给你的小费吧。小六犹豫了一下，终于开口道：李婶，那个要不您先等等，我过几天给您做好免费送家里去，不要钱。李婶大方一笑，你说吧，多少钱我都要，也不要把之前给你的算在果子里。李婶，您先回去，我赚了钱肯定回来好好孝敬您。李婶好像对小六格外的热心。不，我现在就想吃这口，多少钱你就说吧，我老太太还不至于吃不起一个煎饼果子。
看见李婶对自己这么好，小六根本不好意思说价格。李婶见小六不说话，继续问道：多少钱你说吧，大不了我回家去取。199刀了。无奈的小六终于说出了价格，李婶的脸色黑了下来。老太太从衣服里又掏了掏，终于凑够了买煎饼果子的钱，捧着煎饼果子，她苦笑着摇了摇头。本来想给孙女一个惊喜大餐，现在只能吃煎饼果子了。你这孩子，这股不要脸的劲，果然像那老家伙。这里面没加什么不该有的成分吧？小六也跟着苦笑道：放心吧，李婶，我不会做坏事的，您先尝一口吧。李婶捧起果子，咔嚓咬了一口，不言实话，她整个人不由得颤抖了一下。随后只见老人家一口口咬着煎饼果子，老太太嘴里咕哝着，眨眼间将煎饼果子全部吃掉，到最后竟然好像想起了什么，坐在路边大哭了起来。50多年了，没想到你这孩子竟然继承了他的手艺，不，比他做的还要好吃。50年前，那老家伙就是用这东西骗了我。您不会是我奶奶吧？小六瞪大了眼睛，李婶不再说话。李婶，我知道这果子的价格有点贵。小六不好意思地说。李婶连忙摆手：不贵不贵，虽然那老鬼当年没收我钱，但这手艺在纽约199一点也不贵。你这就把车推到人多的地方去，让他老外们尝尝什么叫真正的煎饼果子。小六眨了眨眼，若有所思。爷爷，您和李婶到底什么情况？好过一段。她是我奶奶吗？不是。那你们为啥分开了？她老公那天下班早。我的一个煎饼果子在漂亮国街头卖到199刀了，老外们不单只没嫌贵，还要求着买我的煎饼果子，而我却每人限购一个，有钱也不给他们多买。接上集，李婶吃完煎饼果子，咂着嘴道：小六啊，这果子再给我来一套，我这就回家取钱，不是冲人情，是真的好吃。说罢，老太太还意犹未尽，咽了咽口水。抱歉，李婶，只能买一套。呵呵，好孩子，讲规矩。那我让我孙女来买一套，不算破规矩吧？这不算。说着，远处一辆正在缓缓开来的皮卡停在了摊位前，车窗摇下来，一个清纯的少女脸露了出来。乖宝儿，奶奶钱不够了，帮我买套煎饼果子。那美女看起来也就17、18岁的样子。您好，煎饼果子基本款，199一套。小六摆出职业微笑，一个不属于这张脸的声音响起：好家伙，你这小崽子来抢劫的吧？等下我正义铁拳打得你妈妈都不认得。直到少女下车，小六想通了。只见一个身高接近2米、浑身腱子肉的金刚从车上跳下来，低头凶狠地盯着小六。女孩叫王钢铁，人称莫特街小鲨鱼，是李婶的孙女。钢铁呀，你这孩子怎么这么没礼貌？叫哥哥。老太太瞪了王钢铁一眼：奶奶，这货就是个骗子，跟那些给老年人推销保健食品的一样，他一定跟你说这玩意吃了延年益寿吧？我还没糊涂，怎么会上那种当？叫你付钱你就付，我不是刚给了你500生活费吗？奶奶现在就想吃这果子。就不，我打你，打死也不买。眼看祖孙俩要打起来，小六赶忙说：算了算了，这也不是小数，等以后我开个小店，让李婶你吃个够。李婶瞪了一眼王钢铁：熊孩子，这次算了，你现在开车把你小六哥哥送到人多的地方去。哼！王钢铁闷着头，单手提起小推车，扔到了车斗里。今天我就看看你这忽悠老年人的家伙到底能不能卖出去。美国人精得很，可不上你那当。如果我卖出去呢？那我认你做大哥。好的。望着这位可爱的金刚萝莉，小六猜想有没有一种可能，这家伙是自己同爷异奶的亲妹妹。小六笑着坐进车里，车一路行驶，王钢铁在一处大楼前停了下来。下来吧，这里人多。好嘞，谢谢妹妹了。哼，死骗子，果然好看的男人都是骗子，还好我机灵。停下餐车，王钢铁上车就跑了，准备躲藏。小六支起摊子，一位大叔走过来看热闹。哟，难得在这种地方看见煎饼，自从离开天津，好些年没尝这口了，给咱来一套。小六不由得严阵以待，这可是来自正宗产地的顾客，得好好对待。对于老天津来说，外面的煎饼果子全都不地道，只有一个地方的最地道，那就是自己家楼下的。大哥，来一套吧。来来来，哎，等会吧，您呢？这煎饼价签是不是写错了？男人指了指牌子上的199，少个小数点吧，兄弟。小六一笑，没有，就是199每刀。我滴个老天爷，今儿出门没看黄历，我这是遇见山大王了。好家伙，您一个煎饼赶上我半天工资了。我半天工资知道什么概念吗，兄弟？那可是巴拉巴拉。男人开启贫嘴模式，小六只是微笑望着他。来一套嘛。米国也不是没有煎饼果子卖，只不过味道实在是没法满足一个天津人的口舌。想了想，男人还是狠了狠心。兄弟来一套，我跟你讲，我这可是全看你年轻人初次诈骗，不对，初次创业不容易，都是老乡给你开个张。好了，老哥您请好吧。小伙子，有自信是好事，我倒要看看你这天价煎饼地道不。
小六开始起锅，一套操作下来，这次只用了56秒。饱了，老哥拿好。这么快，这熟了吗？男人还兀自在砍着大山，小六就把热乎乎的煎饼果子递了过去。男人接过煎饼，不禁的张开了嘴。啊，真跟儿啊，好吃。男人风卷残云的吃掉煎饼果子，爽啊，就是这个味。我小时候常在家门口吃的那个味道，好像比那个还地道。一个厨子除了赚钱外，在工作上最开心的，大概就是看到客人满意的神情了吧。男人开口道：“我说兄弟，讲道理，你这煎饼在曼哈顿这地方还真不贵。不过我还是建议你得有个店铺。”大哥说的对，等我再赚点钱，就搞个店铺。小六点头。咱先不说你能不能租到店，就算有人愿意租，你钱够吗？的确，就算自己每天卖出几十套，也就小1万的收入，再减去各种高昂的税费，到手剩下几千。而这可是米国的经济中心，在这里想搞个店铺，对小六这种穷小子来说难如登天。看小六不说话，男人又开口道：“兄弟别气馁，你的手艺绝对是够的。不过依我看来，客户也就是咱们国内人，我建议你不如去唐人街弄个铺子。还有你这个定价嘛，很难有回头客。”小六点头，这位热心老哥说的都是实话，这种定价还能买的，大多都是奔着情怀。就算有真正的富豪，也不会天天吃煎饼果子。但热心老哥不知道的是，这仅仅是小六的第一道菜品。老哥，我想好了，我的店以后就开在这里，时代广场的大屏幕，我会让它滚动播放咱们龙国美食。男人愣了一下，随后苦笑着冲小六点点头。好啊，年轻就是好。送走秃顶大哥后，等了半天，终于有一对黑头发的小情侣走了过来。一走过来，两人就是一顿点头哈腰。抠你鸡娃。小六挠了挠头道：“鸡娃，鸡娃。”狗没拿塞。小情侣兴奋的点点头。原来这两人喜欢看龙国的美食节目，之前就曾经看到过煎饼果子这种东西，没想到却在这里遇见了。你们的来2套地干活。小六伸出2根手指。我们的1套的干货。男生赶忙伸出1根手指。好嘞。小六注意到刚才戴着眼镜的男生已经看到了价签，明码标价，这就不算宰客了。哇，4狗日！当一谈面，女生就兴奋的拍手，这比她在电视节目上看到的手法还厉害。男生也拿出手机拍摄着小六完美的摊煎饼手法。没多会，小六的小车前就围上10几个人驻足围观。好了，您拿好，一共199刀。小六递上煎饼果子。什么199？男生这才认真的看了看标价牌。刚刚他看到199的时候，惯性的认为这东西最多19.9，根本没注意没有小数点。我的一个煎饼果子在漂亮国街头卖到199刀了，老外们不单只没嫌贵，还要求着买我的煎饼果子，而我却每人限购一个，有钱也不给他们多买。接上集听到199的价格，小情侣显得有点慌张，围观人群都在议论曼哈顿的中心什么天价东西都有，但这种3、5小推车就敢卖199，实在是太黑。嘿，小伙子，你的这种事物有卫生许可吗？旁边人群里有人问道。有的。小六点点头，心里却有点担心。餐车牌照是爷爷的，在这里是可以租用餐车牌照的，但爷爷的各种证件早已过期。那个小煤气罐，严格来说绝对不可以在人多的地方无防护的使用。这时2个制服壮汉走了过来，是后面这座大楼的保安。对不起，先生，这里不允许户外营业。好的，我这就换地方。小六松了口气，好在来的是保安。与此同时走来一个秘书模样的女性，以及一位金发老者。小六认识这个人，全世界都认识他，来自龙国四川的建国同志，世界董王川宝。怎么回事？董王对2个保安问道。老板，这位先生未经允许在我们的大厦前售卖食物，让他卖。年轻人需要梦想。保安得到命令，冲小六点了点头，准备退回去。就在这时，董王的余光瞥到小推车，脚步停了下来。等等，那是煎饼果子吗？小六微笑点点头。哦，煎饼果子，我懂煎饼果子，我去龙国时吃到过，很特别的食物。董王摆出一副很博学的样子，自信一笑。要不您也来一套？小六觉得这董王虽然电视里狂妄自大，但还是一个比较有趣的老头。No， 我吃东西很挑剔，我只吃最正宗的。小六也同样自信一笑。那阁下最好尝尝，这就是最正宗的煎饼果子。年轻人，你很有勇气。你可知道我是在龙国什么地方吃到的煎饼果子？董王大笑一声，无所谓，都没我的好吃。稍等，只要1分钟。小六做事准备摊煎饼。1分钟？你知道我的1分钟价值多少钱吗？你这东西100分也抵不了我1分钟的价值。川宝捏着兰花指不屑地说道。只见他不由分说，将原本属于小情侣的那份已经做好的煎饼拿起来，霸道强横不讲理，是川宝的一贯作风。老板，这东西看起来不太卫生。秘书小声说道。老头撇了撇嘴。龙国有句话叫不干不净，吃了没病。退后！忽然，保安大叫了一声，把董王拉到身后。小六用询问的目光望着那位保安。有危险品，
那保安伸手拿出被藏在摊子下袋子里的煤气罐。先生，这是违规的，我们正在联系警察。不必，没必要这么大惊小怪的，这东西不是那么容易爆炸的。我懂煤气罐。董王笑了笑，董王见惯大场面，对这事并没在意，拿着煎饼果子端详了一下，张开大嘴咬了上去。接着他一边拌叫着兰花指，一边说话：“就是这个味道，和多年前吃的时候很相似，但好像还高出一筹。这就是龙果的味道，很有烟火气。我们米国缺少这种东西。”虽然他吃起煎饼果子来没有情怀加成，但这东西好像有魔力一样，让川宝爱不释手。孩子，这东西多少钱？199刀。小六不亢不卑地说道：“不错，这东西值得我花1分钟时间来吃。我收回刚才的话。”董王点点头。秘书很自然地掏出200大钞，并附上了一张面值50的小费。小六接过钱，从自己兜里又掏出1块，连同小费一起还给了秘书。这是找零，请收好。秘书摆出一副高姿态，摇了摇手：“这是你的小费。不好意思，我们龙国小摊没这个传统。但你是在米国。”秘书的高高在上的望着小六，但你的老板吃的是龙国食物。这个小插曲倒让董王看到觉得有点意思，他指了指小推车：“年轻人，再给我做1份。”不好意思，目前食材数量有限，我要考虑其他顾客也能吃到。董王不屑一笑：“我喜欢规矩，更喜欢打破规矩。我可以给出一个打破你规矩的价格，1个亿。”小六也笑道：“那要看你有没有这样的能力了。这样吧，我出10倍，再给我来1份。”不卖。小六摇头。董王被这个不溜的年轻人气乐了，他已经习惯了身边的人都对他唯命是从，遇到一个敢于拒绝的还蛮有趣。老头子想了想，对保安使了一个眼色：“给我来1份。”我也来1份。2个保镖拿着钱说道。董王冲小六嘿嘿一笑：“年轻人，打破别人的规矩是我最擅长的事。”不过老头子并没有接过煎饼，而是让保镖自己吃。中国人说美味不可多得，我的私人医生也告诉我每天不要摄入过多鸡蛋。小伙子，我还会来光顾的。比尔，再给我要1口，就1口。老板已经吃光了。shit。董王有点懊恼。临走前，他回过头，充满挑衅意味的看了看小六：“年轻人，你叫什么？”小六。很好，看到后面这座大楼了吗？全是我的。想不想成为我的私人龙国才厨师？你可以在这楼里拥有一间工作室。一个煎饼果子竟然能换来前总统家里的私人厨师职位。要知道，董王虽然不是总统了，但仍然是一位商业大鳄。先生，我拒绝。听到这话，董王略显震惊。报警，没收他那违规的食品货车，还有那个煤气罐，再查一查他的个人证件。然而就在大家一阵唏嘘的时候，董王又来了一句：“再给他1辆新的餐车，顺便帮他办理好全部证照。以后我每次路过大楼，都要看到这个勇敢的孩子在这里出现。”说完，他转身走了。人群中又是一阵惊呼，所有人再次羡慕地望着小六。好了，跟我走吧，带你去办手续和买餐车。被留下的大妈秘书脸上写满了不悦。新的餐车。小六忽然想到自己之前系统给出的任务奖励，难道爷爷有预知未来的能力？我的一个煎饼果子在漂亮国街头卖到199刀了，老外们不单只没嫌贵，还要求着买我的煎饼果子，而我却每人限购1个，有钱也不给他们多买。接上集，不管在任何地方，有人就是好办事。经过董王的一折腾，10份煎饼果子任务轻松完成。在董王秘书的协助下，一切手续都变得如此简单。见到那位女秘书，工作人员都殷勤的不行。这辆餐车手续齐全，里面的烹饪设施也一应俱全，连住宿的问题也算是解决了。今天一共卖出10套煎饼果子，刨去税负也仍有1000多刀入账，算是一笔不小的收入。爷爷在吗？有没有后续任务啊？孙子完成的不错，这只是新手福利任务罢了，接下来可不会那么简单了。放心，我会努力的。正式任务：卖出100份煎饼果子。任务奖励1：新菜单神级麻辣小龙虾。任务奖励2：新菜单神级套餐系列柠檬凤爪、虎皮凤爪、泡椒凤爪。任务奖励3：传统手艺工匠级折纸术。小六看了看奖励面板，前2个新菜单小龙虾和凤爪，老外向来不喜欢吃这种东西，不知道销量如何。其实在国外，龙国的食物并不像自媒体介绍的那么畅销，大部分的老主顾都还是龙国人。不过小六有系统爷爷的加持，销量应该不会太差。而这第3个奖励折纸术，小六还不明白有什么玄妙，要获得以后才能见分晓。爷爷，谢谢你把这么宝贵的东西留给我。小六感慨道，本以为对这种问题系统不会出现。好孙子，这是爷爷欠你的，这么多年让你自己一人在外。没关系，现在咱们祖孙联手，横扫欧美。系统的语气突然变得严肃。你要牢记，本系统不仅是授人以渔，更是授人以渔爷爷真正不在的那天。希望你能把所有手艺都学会。爷爷，那赚的钱，我怎么才能分到你的系统里呢？
傻孩子，自己留着花，喝酒泡妞随便你，记得给我烧点纸就好。仿佛因为说了太多无关的话，爷爷的声音开始变得疲惫。小六正在愣神，车后一声沉闷的声响，车身一震，什么情况？车屁股被人亲了。小六来到车后，3个男人就围了上来。这几个家伙小六认得，一个是混血叫张杰克，一个是龙国人马小国，另外一个是本地人安德烈。就是这3人拿着他们的黑帮大哥给出的欠条，硬是抢走了爷爷的那间小店。哟，这不是小六吗？原来你身上还有钱啊！不还钱，竟然还搞了个餐车。马小国手里提着一个棒球棍，面色不善的走了上来。小六先看了看四周，没有监控，虽然暂时还没办法证明他们的欠条是假的，但自己不介意让他们尝尝真正的 Chinese 功夫。多年流浪在外，小六的生存技能和武力值都是点满的，又是2声闷响。小六和马小国都愣了一下，只见后面的张杰克和安德烈全都躺在了地上，不省人事。黑暗中，一个巨大魁梧的身影走了出来，狞笑着望着马小国。钢铁侠妹妹，我劝你不要多管闲事。马小国声音颤抖的说道。来的人正是萝莉王钢铁。哼，又是一拳，马小国也直接晕了过去。小六觉得有点扫兴，还以为自己能做个战斗厨子呢，没想到还没登场就被钢铁侠救了。你没事吧？王钢铁闷声闷气的说。没事，谢谢你。哼，还不是我奶奶让我多照看你。揍了这些人，会不会给你和黎神惹来麻烦？放心，我在警局有个叔叔，这帮混混不敢动我。那就好。王钢铁不悦的看着小六，我说这么晚救了你一场，不对我表达一下感谢。王钢铁逐渐靠了过来，小六冷汗直流。这钢铁侠脖子以上确实是极品，但这身材比小六这个常年习武的男人还要壮硕，近距离观看更是有种压迫感。钢铁，这样不好吧？你是不是还上高中呢？怎么了？上高中不能吃夜宵吗？小六长出了一口气，想吃煎饼果子是吧？没问题。小六正准备答谢王钢铁的时候，小六忽然想到现在是任务内，材料有限，没法免费给王钢铁。那个钢铁妹妹，要不我请你去唐人街撸串吧？我就要尝尝你这天价的煎饼果子。王钢铁撒娇道。那你是需要付钱的。什么？我救了你小子一条命，还要付钱？你有没有良心？小六瞎编道。这个是我们墨家祖上的规矩，只有特定时间才能免费。哼，你骗人！我奶奶说你爷爷当年经常免费给她做好吃的。不，免费才是最贵的。其实你奶奶也付出了不少。我奶奶付出什么了？我也付。王钢铁挺凶道。还是算了吧。两人纠缠了半天，小六还是没办法免费让钢铁吃煎饼果子。少女气得大怒，做是要揍小六。小六笑道。别，自家人别动怒，要不你买一份吧，如果觉得不好吃，我做你的小弟。行，如果好吃，我就给你当小弟。家里开着2间小店，虽然不是什么大富之家，但王钢铁平时的零花钱还是不少。小六不到1分钟就做好了一套煎饼果子。哇，你好快啊！小孩子不要乱说话。哼，我就看看你这东西到底为什么敢卖这种天价，如果不好吃我就揍你。王钢铁张开大口，嗷的一声把一整个煎饼果子灌了进去。你这看着他那张瓜子脸和樱桃大口，竟然能吃出一副饿虎扑食的气势，也是厉害。卧槽，大哥，我的好大哥！只见王钢铁忽然整个人身子一震，直接来个后空翻，跪在地上抱拳拱手。我从小生在米国，从来没吃到过这么好吃的龙国食物，以后你就是我的大哥了，我莫特街小鲨鱼就跟着你混了。大哥，作为你的小弟，能不能再给我吃一点？不行哦，不过你如果有时间，可以来给我打工，好吃的少不了你。小六看着王钢铁的吃相，忽然想到，这简直就是一个绝好的招牌，从来没有人像这位钢铁侠一样，吃东西能吃出如此大的反应，让他站在餐车前试吃，肯定能吸引不少食客。好嘞，大哥，咱们说定了，明天周末我正好给你去打工。好，快回家吧。大哥再见。王钢铁开心的跑开了。我的一个煎饼果子在漂亮国街头卖到199刀了，老外们不单只没嫌贵，还要求着买我的煎饼果子，而我却每人限购一个，有钱也不给他们多买。接上集一早，小六就开着餐车来到了摆摊点。今天有了正规的餐车，小六也不再担心被驱赶的问题。街上的人开始逐渐变多。大哥，我来了。一个高大的身影出现。早啊，状态不错。小六笑道。王钢铁咧嘴一笑。大哥，吃了你的煎饼果子，我和奶奶都是夜不能寐啊，今天还想吃。没问题，我给你的工资是每天400刀，你也可以换2套煎饼果子。谢谢大哥。王钢铁高兴道。小六让王钢铁站在车门口，前胸挂上标价牌，刚挂上招牌，就来了一群人驻足围观。小六并不知道，昨晚在网络上他已经算是小火了一下，不仅仅是因为离谱的定价，还有赌王专门撑场子，都引来了不少围观。视频是那对霓虹小情侣拍摄并上传的，网上对于这段视频恶评一片。此时来这里打卡的人更多的是对赌王的讽刺，
连带着也一起鄙视了一下小六的小餐车。这东西根本就卖不出去吧？这玩意值199，真的有人买吗？傻了吧？人家赚的本来也不是卖食物的钱。嗨，兄弟，给川宝干活，工资多少啊？能不能让我也入伙？围观的人不少，但却没有一个真正来买食物的。见这情景，1号员工王钢铁不干了，滚远点！他一站出来，笑着围观的人更多了。哇这里还有一个女巨人啊，小心点，估计这是保镖。喂，女巨人，你就是吃这种龙国食物，长得这么壮硕吗？果然是魔法食品啊！一个秃顶中年人从人群中走了进来，这位正是昨天那位来买煎饼的老天津。自从昨天吃了小六的煎饼，早上起来根本没心情吃别的早餐。兄弟，我又来了，快给我来一套，饿死我了。袁学超迫不及待地搓手。好嘞，老哥。小六开始今天的第一份煎饼果子制作，他的手法已经越来越熟练，速度也越来越快，不是因为系统的加成，而是来自爷爷那里遗传来的天赋。看来就算是演员，也要有点真东西呢。那当然，这是董王的御用演员，肯定受过专门培训的。围观群众议论纷纷，大多数人还是认为小六和袁学超只是董王的演员而已。袁学超不管周围人的议论，把钱交给王钢铁后，直接开始往嘴里塞煎饼果子。真的很拼，我绝对不相信这东西有那么好吃。确实，这种奇怪的食物我在唐人街吃过，没什么特别的，但人家只卖5刀。5刀？你确定是同样的食物吗？好离谱！当然，除了演员，有谁真的会花这么多钱来买这玩意？他又不是米其林餐厅。哇，新的一天又元气满满。吃完后，袁学超意犹未尽的摸摸肚子问道：“老弟，你这里只卖一种食品吗？”目前是的，过几天会加入新品。有包子吗？麻花、炸糕，实在没有的话，烤鸭也可以。袁学超双眼放光，小六微笑道：“会有的。”好嘞，感觉自己也有奋斗的动力了。围观的人看着袁学超的样子，也不由得疑惑起来：真的有那么好吃吗？看起来不像是装的，可能是演技太好。整整一上午过去，除了偶尔有几个人过来看一眼外，小六没有一单生意。大哥，我饿了，先给我来一套。你一天的工资只够吃2套的。那就先来一个。看着吃的浑身舒爽的王钢铁，小六欣慰一笑，自己目前没生意做，只不过是系统定价太高，与小餐车的逼格不符而已。大哥，你会不会做那种大力水手吃的菠菜，吃完了一个能打10个？王钢铁天真的问。这个嘛，我觉得以后可以有。跟着大哥果然没错。唐人街上一个清秀的米国小哥，这位小哥的龙国名叫郭追，他的粉丝也都是龙国人，是个全网有近1000万粉丝的大 V， 并且经常在两国间搞一些美食探店的视频。他收到一条私信说，昨晚看到一个董王作秀的视频，一个龙国的无良的店主竟然把煎饼果子卖到199刀，和董王联合欺诈消费者，给龙国抹黑，求他去摊子前为龙国煎饼果子证明。郭追眼前一亮，如果来一期探访曼哈顿天价煎饼果子，199每刀真的值吗？这标题一写出来，相信下期节目一定会爆火。一早上，郭追就和摄影师一起出发，先去了趟唐人街，打算找一些龙国人，先做个小采访。大家好，我是郭追，我在纽约。今天我们去探访一下天价煎饼果子。镜头给到一个漂亮的龙国面孔小姐姐。你好，请问你吃过煎饼果子吗？当然，我上学时最爱吃了。小姐姐点点头。那你吃的煎饼都是多少钱一套的？小姐姐想了想，从最开始的3、4块，到现在5、6块吧。如果加一些其他东西，10块钱封顶了。那你愿意吃199的煎饼果子吗？我说的没刀。不会吧？真的有这种东西存在吗？反正在龙国没听说过。小姐姐一脸的不可置信。郭追和摄影师又找到一位上了年纪的大爷。请问你吃过199美元的煎饼果子吗？你说啥？大点声，我听不清。大爷伸头过来问道：煎饼199美元。郭追大喊：玩去吧你！想骗大爷钱，没门儿！大爷气呼呼的走了。郭追对镜头耸了耸肩膀。大家看到了，就算生活在纽约的龙国人，也觉得这是一个天价。那我们现在就去看看这神秘的煎饼吧。就在郭追和摄影师准备上车去川宝大楼的时候，一位老太太忽然叫住了他们。小伙子，我刚才好像听你在说煎饼果子的事情。郭追愣了一下，让摄影师给了老太太一个特写。奶奶，您吃过那个天价煎饼果子？这老太太正是离神，一听郭追的话，脸上就有点不愿意。怎么，就许你们纽约豪华餐厅里1块牛排卖几千，我们龙国的煎饼果子就不能卖高价？郭追连连否认。不，奶奶，我不是这个意思。上千块的牛排，那选用的都是最上等的和牛，而且还有昂贵的底座和装修在里面。李婶回对道：那你这小伙子又是怎么知道高价煎饼不是用的最好的料和最好的手艺呢？郭追背对的一时语塞。好了，
除了一位热心大神以外，所有人都觉得这是天价。那我们现在就去一探究竟，事情真相的背后到底是什么？让我们拭目以待。我的一个煎饼果子在漂亮国街头卖到$199，老外们不单只没嫌贵，还要求着买我的煎饼果子，而我却每人限购一个，有钱也不给他们多买。接上集，郭追来到小六餐车前，他走到小六面前，把话筒递了上去。你好，请问您就是这辆餐车的老板吗？您好，要吃煎饼果子吗？小六平时不怎么上网，并不知道郭追是谁，但能看出应该是个主播什么的，而且龙国语讲得不错。郭追点点头。能问一下，你的煎饼果子为什么卖的这么贵吗？小六就知道这位来者不善，很可能给自己带来很多流量，也可能带来负面影响。因为我们选用的都是最好的材料。都是什么材料呢？郭追一副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架势。王钢铁摩拳擦掌的走了过来。喂，你们想干嘛？来找茬吗？先问问我的拳头。郭追和摄影师吓得连忙往后躲。小六瞪了一眼钢铁，让他乖乖站到一旁。他奇怪的望着郭追，你连煎饼果子的用料都懂？当然，我算是半个中国人吧。郭追骄傲地说。小六摇摇头，抱歉，材料的问题涉及商业机密，不过我的卫生许可和餐饮证件齐全，顾客可以放心食用。好吧，给我来一套。郭追只好停止发问。请问我们可以拍摄吗？他有礼貌问道。请便。摄影师开始把小六的每一步都录下来。这个面应该是豆面，看起来很蓬松，加水后韧性十足，应该是非常好的面。郭追客观地说道。哇，这种鸡蛋我吃过，号称鸡蛋中的爱马仕，如果是出产蛋的话，价格会翻倍。这个姜闻起来不错。小六做好后，郭追露出肉疼的表情，付了钱，接过走到了边上。王钢铁低声道：大哥，这家伙看起来好像要黑咱们的样子，要不要我过去跟着他，给他弄后面巷子里去？不用，这人看起来还不错，能客观公正的评价就好。摄影师给了天价煎饼果子一个时长30秒的特写。观众朋友们，这就是传说中的天价煎饼果子。大家看这个色泽，真的很金黄，而且拿在手里的手感非常的软。客观的讲，这真的是我吃过的煎饼果子里最漂亮的一个。郭追笑着问摄影师：这么漂亮的煎饼果子，$199，你买吗？除非我脑子里有水。摄影师直言道。郭追特地卖了个关子，对着镜头道：那么观众朋友们，如果我现在问你，只看外表的话，你们觉得这煎饼果子值吗？好，那我们就来试吃一下，看看这煎饼到底值不值。说着，郭追张开嘴，小心翼翼地咬上一口。这个口感，郭追忽然瞪大了眼睛。过后，朋友们，这个口感，郭追只话只说了一半，就迫不及待的又把煎饼果子塞到了嘴里。怎么会有这么劲道的面饼？我在龙国从没吃过这么好吃的面饼。还有这个锅比儿，我在龙国也吃过很多次煎饼果子，但从没吃过这种酥脆到极致的锅比儿。郭追一边吃一边咕哝着，完全不顾及镜头前的形象，一口口不舍的吃完后，郭追陷入了沉思。观众朋友们，怎么说呢？说真的，我现在竟然不觉得心疼那199没到了。虽然我还是觉得它有点贵，但我觉得这点煎饼的口感非常值得品尝。我觉得它贵的原因，只是因为这个小餐车成本并不用很高。如果是在高档餐厅里吃下这种口感的煎饼果子，我觉得值。那么大家怎么看呢？这期就到这里，我是郭追。等会，摄影师突然把郭追拦住。只见一辆轿车停在餐车前，下来几个人。先生，您这样真的很浪费时间。那位秘书大妈皱着眉头说道。金发老者撅起嘴巴摇了摇头。不，我就想吃新鲜出炉的煎饼果子，那味道我想念了一整晚。郭追瞪大了眼睛。哇，东王出现了！没想到他真的会再次光临这辆小餐车。我原本以为他这是作秀，难道他真的爱上了这种龙国味道？走，我们近距离拍摄。餐车前，董王和他的2位保镖正在等候新鲜出炉的煎饼果子。王钢铁瞪着大大的眼睛指着董王。哇，你该不会就是那个川建国吧？川建国，这是我的龙国名字吗？我很喜欢。董王不置可否的点点头。我能和您合个影吗？王钢铁往前凑了凑，董王倒是不介意的说道。来吧，你是小六的员工吗？可以用将我照片贴在你们的餐车前，这是我对年轻人的鼓励。见远处又有个带着专业摄像机的人走来，董王立即摆出平易近人的姿态，和王钢铁亲昵的在餐车前合影。郭追也恰到时机的将这一幕记录了下来。郭追并没有走上前，让摄影师远远的拍了几个镜头。这期的拍摄到此结束，他并没有看到董王正在狼吞虎咽的吃着煎饼，另一手抓着保镖的那份。不，先生，这是我的那份。保镖死死拽住手里的煎饼。从第3天开始，董王风雨无阻的每天早上出现在小餐车前。一开始大家都以为是在作秀，可后所有人都觉得不对劲了。米国的各种自媒体开始纷纷解读。在一个新闻直播间里，主持人对评论员问道：杰斯评论员，
请问对于川宝近日连续出现在一个小餐车前的行为，您怎么解读呢？真的是因为好吃吗？叫做杰斯的评论员穿的西装笔挺，他神秘的一笑。我看到有其他媒体分析，排除了川宝作秀的原因，竟然说他真的是因为那什么果子好吃，这简直是天大的笑话。川宝就算再疯，你们觉得他手下的高参们也都是疯子？主持人点点头，有道理，这显然是团队周密安排的。当然，据我分析，川宝此举的目的是要给民众们留下一个印象。什么印象？他喜欢龙国的美食，喜欢龙国，他在向龙国示好。主持人瞪大了眼睛，这可能吗？川宝不是经常抨击龙国吗？评论员把手一摊，正因为如此，所以他没有取得连任。此言一出，不少人都陷入沉思。杰斯洋洋自得地笑道：“所以在吸取教训后，川宝和他的团队开始向龙国示好，先从龙国的美食文化起，这仅仅是一个开始而已。”原来如此。来到另一边，小六和王钢铁刚刚营业，就发现摊车前已经排起了长队。大哥，这是什么情况啊？我也不知道。小六平时不太关注社交媒体。大哥，我们是不是要火了？从此走上人生巅峰？王钢铁兴奋道。小六看了看长长的队伍，有些忧虑，看起来有100多人，可是系统给出的材料已经不够用了。我的一个煎饼果子在漂亮国街头卖到199刀了，老外们不单只没嫌贵，还要求着买我的煎饼果子，而我却每人限购一个，有钱也不给他们多买。街上集排队的人里，绝大部分都是拿着手机在拍摄视频，他们为的可不是来体验龙国馅饼的，而是把视频上传到 TikTok， 这个来自龙国的魔性短视频软件，如今已经火爆欧美，人们纷纷在 TikTok 上把这款龙国视频叫做前总统果子。当然，这都是在讽刺董王，因为他在任期间扬言要封杀来自龙国的 TikTok。朋友们，来看看，这就是伟大的川宝连续7天苦苦守候的龙国馅饼。如果这家伙不是为了作秀，我当场把这餐车吃掉。可笑的是，川宝不愧是一名商人，就算是作秀，也不忘抬高价格赚一笔。我听说这东西在龙国仅仅价值1美刀。龙国人民真幸福，我们却要花199刀才能吃到前总统果子。所有人说的充满讽刺意味，没人在意这种食物的味道。王钢铁看得有些心急，对小六道：“大哥，他们咋都不吃啊？都在拍视频。”放心，他们会吃的，花了这么多钱，拍个照留念也正常。小六没太在意。忽然，人群中一阵骚动，一名肥大的胖子，他身边又聚集了一些人，好像要搞什么仪式一样。胖子名叫史蒂夫，是现任总统老登的死忠。作为老登的人，自然是和川宝势不两立的。只见史蒂夫面对镜头，围着的人高高将小六的煎饼果子举起，然后竟然齐齐将煎饼摔在地上，用脚踩得粉碎。川宝，我们已经看破了你的小伎俩，请你和你的龙国演员一起裂开吧。那些人全都是史蒂夫雇来的，他们在镜头前边狂笑着，边用脚碾碎煎饼果子。史蒂夫一字一顿的骄傲喊道：“我史蒂夫永远不会吃这种怪异的东方垃圾食品。”来的，看我弄死他们！王钢铁就要上去干架，小六赶忙拦住了他：“别冲动，钢铁，记住这个人的脸，用不了多久，他还会再来的。”大哥，气死老娘了！下次这个人再来，跪着求我也不会卖给他任何东西的。小六又摇了摇头：“我们是做生意的，顾客来买就一定要卖。至于他们的政坛恩怨，与咱们不相干。”王钢铁气不过道：“就算这样，这帮人也不该糟蹋食物。放心吧，惩罚这种人最好的东西就是我们的食物。”小六冷笑一声，他刚才观察了一下那个叫史蒂夫的胖子，不时要往嘴里塞点零食，好像一刻不吃就会死。对于这种吃货，小六有数不完的东西，可以让他生不如死。一名满头银发的老妇人颤颤巍巍的来到小餐车前，手里捧着热乎的煎饼果子。老妇人名叫珍妮，极为迷恋龙国文化，因为100岁高龄的她年轻时是盟军的一名战地护士。孩子，来和我聊聊天吧。老奶奶您好。小六也能看出来，这位是真正的食客。你好，我年轻时曾经到过龙国，当时我们是盟友，我是一名护士，在东方战场上，我认识了很多善良勇敢的龙国战士和百姓。谢谢您。小六语气敬重地说道。珍妮捧着煎饼果子，回首往事。那天，我随同医疗队正在给龙国的战士治疗，头顶忽然遭到倭国轰炸机的猛烈炮火，我被飞起的瓦砾击倒，失去了意识。当我醒来的时候，一名龙国老人正将煎饼果子掰碎，喂到我的嘴里。这么多年，却再也找不回当初的那种味道。自言自语的讲述完，珍妮看了看小六，孩子，你的煎饼果子是我见过的最像当初的一款了。不过这价格……小六不好意思说道。老人家，谢谢您对龙国的支援，我会用另一种方式表达我的感谢。好，那我就尝尝。他慢慢尝试用嘴唇将煎饼挤断，却惊愕的发现思绪被拉回了80多年前。那无声的咀嚼，仿佛光阴的流逝，
看着老太太吃下煎饼果子的幸福神情，胖子史蒂夫大为不悦，他断定这又是董王派来的演员。喂，老太太，你这么大年纪了，牙都没了，还出来赚外快，你该不会是川宝的老相好吧？史蒂夫一副恶犬的模样，讪笑着走了过来。老太太，你牙都没了，还吃得这么津津有味，川宝到底给了你多少钱？史蒂夫和他雇来的那些人讥笑着走了上来。我只是个普通的食客。珍妮老太没有理会那群人，并拍了拍要上前打架的王钢铁，示意他不要冲动。哟，还食客？你这么垃圾的东西还能有食客？滚！老太太，你活够了！史蒂夫盯着珍妮，我现在就可以射爆你的肥猪脑袋！只见珍妮把外套脱去，胸前挂满了密密麻麻的军功章。一位退役的功勋老兵，就连董王见了也得客客气气。史蒂夫双眼发直，高高举起两只手向后退去。他深知，就算自己的脑袋真被这老太太打爆，估计也没人能判他死刑。带着雇来的小弟们跑路了。众人散去后，老珍妮亲切说道：“孩子，我住在罗切斯特，在美丽的安大略湖旁边，那里有很多龙果鲤鱼，欢迎你来我家做客。”好的，奶奶，我一定会去看你的。小六点头。对了，带上你的煎饼果子，我会付钱的。好。送别老珍妮，小六忽然想到了他说的安大略湖。听说米国鲤鱼泛滥，已经形成了灾患，偏偏米国人不吃河鱼，浪费了很多好食材。如果以后爷爷给出鱼类菜单的话，那简直有数不完的新鲜材料。今天的小风波虽然小六一度受了董王的连累，但也因此完成了任务。钢铁呀，这星期你一共来上了3天班，这是你的工资。小六拿出1500元给了王钢铁。哇，好多钱！大哥还多给了300。王钢铁惊喜地说：“大哥，要不我以后不上学了，就做你的正式员工算了。”不行，书还是要读的。想好上哪个大学了吗？常青藤我可以随便选，争取明年拿到全美第1高中生，冲击 WNBA。可以啊，以后你就是女版奥尼尔了。小六没想到王钢铁竟然还是一位出色的篮球运动员。王钢铁无奈说道：“不行的，太难了，我的身高在内线并不占优势，锋线的话我又不擅长。不过，大哥，我现在每天吃你做的食物，发现好像身体变得更强壮了。”还有这种功效？小六想了想，龙国老祖宗讲究膳食同源，如果以后有补菜出品的话，也许真的能帮王钢铁大补一下。不过目前的菜单好像大补的功效并不明显。钢铁回家后，小六查看系统，奖励已经如数发放。任务完成，奖励发放：神级小龙虾、凤爪套餐、神级折指数、神级小龙虾，严选纯正龙国须一新产龙虾，每只大小相差不出5毫米，秘制调料，选用天之骄子、丘北高原小米辣、汉源玉贡花椒、大理独蒜等。小六瞪了瞪眼睛，爷爷，咱这马小，价格也便宜不了啊。废话，你知道爷爷我搞这些材料在地府打点了多少关系吗？那这定价100刀一盒。小六长出一口气，真怕爷爷一下定出个999来。对于凤爪的介绍，让他大吃一惊。布雷斯鸡，一种产自法国东部布雷斯地区的鸡。这种鸡纯粹生活在自然环境，并且有专门的人负责照料生活起居，听音乐、按摩等项目也少不了，号称天下第一鸡。爷爷，这凤爪定价一盒100刀，3种口味套餐299刀。这个还算合理，毕竟用了天下第一鸡。那一盒放几只爪啊？1只。爷爷还是爷爷，定价的风格还是一如既往的狂野。不过有了煎饼果子的经验，小六相信这些食物并不愁卖。对了，爷爷，这个折指数到底是干什么的？嘿嘿，乖孙子，材料都在那里，自己探索吧。